這是首都博物館自成立以來所辦的最大的一個展，它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瑪雅與安第斯文明大展。現场匯集了墨西哥、秘魯等20多家文博機構的約800件珍貴館藏文物，其中大部分都是首次出境展覽，可以說是極為稀缺。與此同時，首都博物館为了承接这些展品，特意划出了10000平米的馆内空间，用来全方位陈列这個展覽，也可以說是誠意十足。本次的展覽在1層和負1層一共占了3個展廳，咱們這期視頻只逛1樓的瑪雅展廳，其餘的下期視頻再逛，以及今天又是穿日常款明制漢服逛北京的一天。本次的參考書是這一套，需要的朋友櫥窗下單。有了這套參考書，就方便我們在視頻裡梳理一些博物館看不到的內容了。大家好，我是徐工，這次一定點關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目前是在首都博物館，現在咱們就去瑪雅專題展廳開始參觀。我是2026年博物館日當天去的，上午門口還排大隊來着，但我是中午到的，進門就沒那麼費勁了。走進博物館後，就在1樓看到了瑪雅的世界展廳，官方小程序買票128塊一位，首博某音直播間還能更便宜點。刷票進門後，我們率先看到4合3界篇，了解到瑪雅人自己的3界，分別是神靈星辰所在的上界、人類居住的中界以及亡靈居住的潮濕下界。首先我們來了解日月上界，這邊居住的是神和神的使者，對應文物是瑪雅古典時期的神臉形象塑像。這個神靈就是瑪雅人的太陽神克耶尼什阿豪，特徵是 T 字形的大門牙和斗雞眼兒，長這樣的神靈可不多見啊，這太好認了。下一件是同時期的文物彩繪祭祀火盆，一看這個尊容就知道這還是那位太陽神，只是多了一對獠牙，因為他白天是太陽神，晚上是美洲豹神，所以這件文物正代表了他的那個美洲豹神化身。下面是瑪雅古典晚期的兔子紋飾彩繪陶盤，這裡提一句，瑪雅人的月神伊西切爾，他所懷抱的寵物就是兔子，所以瑪雅人常用兔子象徵月亮，和我們的嫦娥玉兔傳說挺像。另一件後古典時期的帶有月神形象的石碑上，就有月神與兔子同框出現，而且月神頭上戴的神靈形象頭飾，就是瑪雅統治者所戴的同款。這種藝術作品就進一步強化了統治者的神權。後一件密孔陶器同樣代表夜晚，上半部分是月亮等意象，下邊則是夜禽的羽毛，是把真實的夜晚場景給具象化了。然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它就是古典时期的人物头像雕塑，特徵是左眼周圍和左臉有切割皮膚留下的疤痕，這是一種向神靈獻祭血液的方式。在留下疤痕之後，就相當於向神持續獻祭生命，這是一種榮耀，只有級別夠高的人才能參與。它的出土地點是卡巴遺址，我們根據參考書得知，這個卡巴遺址是和鄰近的烏斯馬爾古城共同打包申請的世界遺產，書裡的卡卜是舊譯名。在書中看到的現場圖景還是很清晰的，而且足夠震撼的。再往後是一組動物造型文物，我們選幾件重要的看。先看這件羽蛇紋3足陶盤，羽蛇神信仰在美洲是廣為流行的，這件陶盤對羽蛇神形象的展示也是比較細緻的。畫面中只有一條蛇，但它身上的4組羽毛繞在周圍，就顯得圖案比較飽滿了。如果繞到對面，就能看到它的3個足，目前都已經斷裂了。其餘的動物也是如此，人們將它們視為神靈的使者，和我們上古時期的自然崇拜是異曲同工的。包括最後方的鳥形陶哨，這看着很像是在領獎的白象王，脖子上還掛着個獎牌呢。然後我們來看一組特別的雕像，他們是後古典時代的大地支撐者。一般認為這類的石像都是支撐神廟的建築構件，造型則是一個雙手向上的人物，推測他就是瑪雅神話中的帕瓦吞神，其職責便是支撐大地。然後我們翻開參考書，找到他的出土地奇辛伊察古城，得知他的現場有羽蛇神廟以及美洲豹神廟，還有一座25米高的金字塔。剛才說的羽蛇神廟就位於他的塔頂上。看展示看到的散裝知識點，在參考書的加持下，就這麼連接起來了。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玉米之神。我們對瑪雅的刻板印象之一就是玉米，不對，搞錯了，應該是這張。因為瑪雅人高度依賴玉米生活，所以才會附會出保佑玉米豐收的玉米之神。後面的古典時期彩繪人物紋陶盤中，
那2個手持吹劍筒的人物就是玉米神的2個兒子，他們用這樣的吹劍擊敗了偽裝成太陽的7金剛鳥，又在冥界戰勝死神，復活了父親玉米神。這象徵的就是玉米的枯榮罔替以及人的生死輪迴。他父親還對冥界做了介紹，也對死神做了介紹，造型就是现世瑪雅人的骷髏版。那麼魔獸世界的死神邦桑迪很明顯是參考他設計的，這外形是換湯不換藥啊。然後是佩戴世界之樹造型頭飾的頭像，它是3界篇最有概括性的文物，因為世界之樹的頭幹就在人間中界，樹根就扎在冥界，树冠則伸到了天界，它就是那3界的連通者。誰能戴上世界之樹頭飾，人們就覺得誰有駕馭3界的力量。再往後是一組來自3界的散裝文物，開頭的古典時期彩繪陶碗，它上邊的睡蓮圖案是祭司們與神靈溝通的媒介。這裡補充一個博物館現場沒提到的細節，睡蓮的根在水下淤泥中，那就是冥界，它所在的水面是人間，露在空氣中的花代表天界，它和前邊的世界之樹都代表3界通道，所以祭司才會通過它與神溝通。下一件男性王者雕塑就复刻了王者安詳的狀態，沒什麼可說的。旁邊的犬類動物雕塑則是以狗來陪葬墓主，不只是這種石灰岩雕塑，還有以狗為造型的陶器。狗是瑪雅人忠誠的寵物，在這邊出現也不足為奇。下面是一組和美洲豹神相關的文物，現場有一件人形豹臉的美洲豹雕塑，還長着象徵死亡的肋骨，說明太陽神的另一面美洲豹神就象徵着黑夜和死亡。因為美洲豹是昼伏夜出，而且出手就要弄死俩仨。最後又是個王者的人头像，嘴裡被安了2顆美洲豹的牙齒，這就是把美洲豹神的元素給融合到凡人的身上來了。現在我們進入下個篇章，瑪雅人間。說到人間，必然先提到玉米，這是瑪雅人毫無爭議的第一作物。現場展出的大師碾是前古典時期的文物，用途就是碾玉米，說明瑪雅人加工玉米的歷史是由來已久的。旁邊的古典晚期石杵也是配套的加工工具，人們就用它和石碾一起把玉米加工成玉米面团。後面的陶瓶和玉米無關，它也是按照南瓜的造型制作而成的。南瓜也是瑪雅人的重要食品，只是人气没有玉米那麼高罷了。其實更絕的是背後的那件玉米穗頭飾美洲豹石雕，現场只說美洲豹是玉米守護神，說的語言不詳。難道是因為瑪雅人吃玉米，美洲豹吃瑪雅人，所以他間接守護玉米了？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為美洲豹是整片土地的守護者，自然也是玉米的守護者，和前面的地獄笑話沒什麼關係。下面進入動物篇，其中有古典時期的犬形陶罐，這個犬的脖子上還有繩紋浮雕。1000多年前的瑪雅人都知道狗要拴繩，而現在的某些人怎麼越活越退步呢？後一件古典晚期的動物型陶笛用的全是犬科动物造型，上面的指孔都被擠兑到2側了，感覺像是為了犬這碟醋特意包的這盤饺子。最後邊的動物型陶哨用的是火鸡的造型，這是他們的一個主要肉食來源，可這種肉真的不好吃，感覺遠不如三黃雞。然後我們進入貿易篇，其中的古典晚期人物纹彩繪陶碑上就是一個商人的形象，他的皮膚大都被涂黑了，這是為了模仿商人之神的膚色。它與周邊的那些瓶瓶罐罐一樣，既是重要的商品，也是商人自用的重要器具，一般都用來盛放吃的喝的東西。我們根据參考圖得知，其中的特奧蒂瓦坎古城是一個重要的貿易站點，瑪雅人會找這邊的定居者購買當地盛產的黑曜石，還有位於洪都拉斯的基里瓜也靠黑曜石和玉石貿易發了大財。現場的黑曜石實物被擺在了挺遠的地方，但在視頻裡我們就可以串聯到一起來看了。之後進入城邦舞台篇，我一般把城邦制理解為沒有周天子的春秋，其中身份卓越的人会用華麗複雜的飾品來彰顯自己的身份。如果這些人在城邦交戰中落敗，那就很慘了。像這個人頭像就描繪了一位被俘的貴族，他只剩一條標識貴族身份的耳飾帶，其餘的則全被敵人攞走了，這就叫褪了毛的鳳凰不如雞。下面是一塊非常大的石碑，是從瑪雅城邦潘哈雷出土的古典晚期石碑，描繪的主角是一個善戰的城邦領袖，他腰間掛的2個人頭就是明證。石碑左上左下的方框則是瑪雅文字，迄今也沒破譯多少。權杖頭部的神是卡維爾，這位正是王權的守護神。最後我們還特意繞到碑音看了看，確定另一面什麼都沒有。
後面是一套重要文物，也就是古典时期的包含雕像与杯子的贡品。主要看点是那件開了蓋的雕像，大雕像裡套了11個人形小雕像，所以大雕像被稱為宿主。他是特奧蒂瓦坎的雨神。现场没介紹特奧蒂瓦坎，但咱們剛才已經通過參考書看到了這座不可不提的重要都市。它是一處神秘的荒廢古城，之後被托爾特克人、阿茲特克人等先後佔領。眼前這件文物代表的信仰，就是在阿茲特克佔領期傳播出來的。此時我們已經進入了神靈祭祀篇。現在看這件統治者與神話生物香爐架，這是一位以家夫坐姿坐在獸形寶座之上的統治者，而他頭頂上的冠非常華麗複雜，我們剛才都看過。但這邊更值得看的是，他周遭有很多雲端的神靈，按說這都是他的守護者，但那些神靈自己的頭都斷掉了，連自己都守護不明白，那還能守護別人嗎？之後能看到若干烟草盒，這也是祭祀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祭司們認為抽煙抽得非常開心的狀態等同於和神靈溝通，但我們都知道煙草會促進多巴胺分泌，所以人們才会越抽越嗨，和神靈什麼的並無關係。而這些享有煙草的祭司也會把鳥語之類的元素貼到自己身上，讓自己看起來更像是動物神靈。後一件是有祭司和鳥類的彩繪陶盘，周邊出現的一圈人物全都是人身鳥頭的人物形象，而中間的3個人物則都是人身豹頭的人物形象。在上一件人物中，人們在宗教儀式裡認為自己轉化成了動物神靈，並刻意往那個方向去打扮，而這件工藝品則裝都不裝了，直接就化成半人半动物了。下一件是一塊古典晚期的以猫头鷹為主角的紀念碑，瑪雅人將貓頭鷹視為能溝通人類中界和冥界下界的人物，但在瑪雅人的藝術品中，用以表達貓頭鷹的作品卻並不多見。再往後是一大組飾品，我們選幾件重要的看一看。先看第一套玉石耳飾，這也是祭祀儀式中的用品，看到它就覺得耳朵疼，這得弄個多大的耳洞才能戴這麼一號耳飾。後一套成對耳飾看起來就更複雜了，這個對耳朵的壓力感覺更大。跟那些一比，現場那套134顆珠子的蛇紋石串珠反而是最不遭罪的那一個。往後則是一件铜铃，现场說是瑪雅商人通過貿易從美洲中部南端獲得。我們根據參考書推斷，它最可能來自瓦哈卡歷史中心與阿爾班考古遺址。這邊曾經是5萬人的繁華大都市，貨產自然豐富，而且它的位置也能對得上，確實是中部南端。現在我們準備奔向一片金字塔形區域，這是個相對獨立的小展廳。展廳 C 位的文物正是卡拉克穆爾國王的玉面具和玉胸飾，雖然是複製品，但也很讓人印象深刻了。面具兩側的花形耳飾代表的是生命，面具頂端的拱形代表的是山脈，山脈上的2個小苗則是玉米的幼苗，這象徵着國王會在冥界祭拜死亡之神，再以玉米之神的身份重生。玉胸飾是前邊那個面具的配套品，雖然用料很多，但它就沒有那麼多的象徵意義了。我們根據參考書得知，卡拉克穆爾這個城邦的花期很短，迎來巔峰沒幾十年就被其他的城邦推翻，然後逐漸淪為了廢墟。展廳的邊緣位置展出了2把碎石刀，左側被藍色灰泥覆蓋到變色了，右側的則沒有被覆蓋，這屬於是貴族隨葬的禮儀刀。但瑪雅的碎石武器並非完全是儀式感用具，比如旁邊的碎石矛頭也經常會拿來戳人，因為瑪雅的金屬資源很匱乏，我們這麼半天就沒見到像樣的青銅器和鐵器，僅有的一件銅鈴還是買來的。旁邊的一型黑曜石器也是通過貿易而得來的，這也是祭祀用具，看不出有什麼實用功能。下邊是一件托尼娜173號紀念碑，這上面有個手持長刀的人，他就是立下這塊紀念碑的官员。之所以要立碑，就是為了要紀念特殊日期的祭祀場面。然後是一件很驚悚的砂岩雕像，鐫刻的是一個盛裝男子。一開始我都納悶，腦袋怎麼跑到腰上來了？難道這就是提頭來見嗎？其實根本不那麼回事兒，他腰上掛的是別人的頭顱，是他的戰利品，而他自己真正的頭顱則早就已經丟失了。下面這一大堆的人物塑像是瑪雅社會的金字塔形結構圖，最高處是瑪雅統治者，往下第2層是王室成員所構成的宮廷祭司，第3層則是貴族，第4層是戰士、工匠和樂師等職業，這都是為王室服務的人。第5層則是佔比最多的平民，他們就得靠自己謀生了。現在我們從金字塔小廳走出去，就到了血祭篇。
這邊唯一的文物就是在石碑上描繪了一個捧起人心往嘴裡吞吃的美洲豹，這指代的就是統治者用杀人血祭的方式取悅神灵，但關於血祭的展示也僅此而已了。繞出来之後能看到2件球员形象的陶器，他們腰上都带着一圈护具，這是球员的標志。左邊正常体型的是陶哨，右邊那個大背带是陶瓶。此外那件很高的陶像是带着球赛护具的統治者雕像。护具刚才咱們說過了，不赘述。它对应的古典时代距離現在也有1000年以上了。在悠久歷史的加持下，墨西哥的球類運動比較發達，比如男足就很強。是不是每個球類運動歷史悠久的國家都擁有一支強大的國足啊？現在我們進入瑪雅文字篇，這個多餘單獨弄一個篇章，因為現場展出了那麼老多的文字展品，叽里咕嚕說了半天，最後就是一句未能準確解讀，連專家都解讀不出來，那游客更是看了個寂寞。唯一能準確解讀的文字是托爾圖格罗8號紀念碑上的那一圈象形文字，說的是城邦統治者在周圍打了一圈勝仗後，一時间就成為了附近的霸主。另外他們的历法很厲害，其中就包括1年365天的历法，放到如今也是毫不落後的。最後一件文物是美洲豹形旗座，它後邊有用来插旗的空隙。在瑪雅人看来，美洲豹能以利齿撕開夜晚的黑暗，最終在白天化為太陽，冉冉升起。這和展廳入口於夜間化為美洲豹的太陽神恰好完成了一場輪回。我們今天的旅途也終告結束。其實這次128元門票能看的展廳一共包括3個展廳，但我們今天只看這一個，其餘的我們下期再看。現在我們總結一下，首先本次的体系確實很完整，能讓我們系統了解到瑪雅的方方面面。美中不足的是，關於血祭的內容給的太少，或許是中方或末方的領導害怕嚇到中國遊客，所以這方面的展品安排不多。然後我們在沿途中完全没看到金屬兵器，別說大批量的，就是零碎小件也沒有。但和神靈與祭祀相關的東西卻是一大把一大把的，證明瑪雅的神權是遠大於王權的。國之大勢在祀與戎，他們這邊是祀遠大於戎，因為他們壓根就沒進入鐵器時代，個體的戰鬥力受到了很大限制。除此之外，瑪雅人沒有輔助運輸生產的輪子，文物裡一件都沒有，所以人力只能用來搬運。綜上所述，既然個體的生產力和戰鬥力一直都提不上去，那麼人的價值就上不去，用来充當祭品也没那麼心疼。下層人任人宰割，上層人也得切臉放血，没好到哪兒去。這就是我們在今天的旅途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